Hello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馒头妈说故事的时间喽！哇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馒头妈说故事啊？在故事开始之前呢，馒头妈还是要啰嗦的一下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才不会错过馒头妈新的故事哦。那我们的故事就要开始喽！今天的故事是伞下的小世界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薯条弟一样，好喜欢撑伞，每次都说妈妈，请拿我的伞，让我自己撑啊！是不是大家也跟薯条弟一样？让我们来听听看呢。在一个宁静的小镇里住着一个名叫小美的女孩哦。特别喜欢下雨天，因为每当那个雨滴滴滴答答滴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？小美就会觉得空气中会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。今天的天气预报说会有阵雨哦。小美呢，兴奋地拿起她心爱的黄色小伞，准备要踏上她最爱的雨中探险哦。随着天空中乌云渐渐的聚集，轻轻的敲打在窗户上，小美迫不及待的冲出家门。下雨了，赶快！当她撑起那把亮黄色的小伞时，雨点纷纷的落在伞面上，发出了清脆的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。这就感觉到好像跟他讲着悄悄话呢。小镇的街道这时候仿佛变得超级的安静，你耳朵只会听到雨水跟大地轻轻的碰撞声。街道旁边的树木在雨水的滋润下，叶子变得更加的翠绿哦。雨滴被慢慢的从树叶上滑落。这时候仿佛在进行一场迷你的水舞会哦。雨水在地上汇聚成小小的小水洼，脸上呢你会感觉到微风吹过去。小美走在潮湿的路上，伞下就会形成个属于她的小小世界呢。这个伞下的世界可不是安静的呢，而是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呢。雨珠在伞面上跳跃着，就好像一场热闹的小型音乐会。在伞边垂下的水珠会随着小美每一步的移动，像舞者一样轻盈的转动着。小美觉得这个小世界好像一个秘密的避风港哦，充满了魔法跟无限的可能呢。突然，当她沉浸在这个世界时，她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：“喂，小美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”小美低头一看，居然是一只小青蛙，正蹲在她脚边的水洼里呢。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着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雨中精灵。今天的雨真的是下得太大了，我的伞都坏了，没有办法回家了。小美惊讶地笑了笑，然后低声地问着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”小青蛙笑了笑，拍拍自己湿漉漉的肚子。当然知道啊，伞下的世界里，大家都认识你这位小冒险家呢。那我要怎么帮助你呀？小青蛙有点不好意思说：“可以让我躲进你的伞下吗？因为那里很安全，也很温暖呢。”当然可以啦！小美高兴地说着，轻轻地让小青蛙跳进她的伞下。瞬间，
伞下的世界变得更加热闹了哦。这时候啊，你除了听到雨声跟跳动的雨滴，小美还感觉到小青蛙的存在增添了好多好多的乐趣呢。他们继续走着走着，小美觉得这场雨啊，哇，越下越大，但是伞下的小世界却越来越温暖。她低头看着小青蛙，她一边擦着肚子上的水珠，一边打着哈欠。小青蛙觉得好奇怪，于是她突然问道：小美啊，我好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下雨天呢？小美笑着回答：我就是觉得下雨天很好玩呐。雨声啊，像一首首很轻快的音乐，而且啊，在伞下就像进入了一个小小的世界，那是很安全又很舒适的感觉。我觉得啊，这里是属于我的秘密花园呢。小青蛙点点头。我以前也觉得下雨很麻烦，但是啊，今天跟你在一起，我才发现雨天其实也可以这么的美好哦。是啊，雨天只是看我们怎么去感受它，体验它。只要你心情好，雨天也可以变得很有趣哦。小美看着周围那蒙蒙的雨幕，心里啊感觉到一股暖意。伞下的每一滴水珠，仿佛都在轻轻地舞动着、跳舞着。它们跳跃着、流动着，让这个小小的伞下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哦。也没有过很久，就这么一段时间，他们来到了一棵巨大的老树下。小青蛙指着地面上的一个小洞：小美呀，这就是我家喽。真的好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送回来呢。小美蹲下身子，让小青蛙跳回她的家里。不用谢啦，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啊，下雨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来到我的伞下躲雨哦。她笑着挥了挥手。小美站在大树下，看着天空中的雨水依然不断的落下，伞下的小世界啊，还是这么的温暖，那么的热闹哦。她突然明白，下雨天啊，不仅仅是湿哒哒的日子，也是一个充满无限惊喜的时刻呢。雨天啊，其实很美呢，只要我们用心的去看，那伞下的小世界永远都会充满生机跟乐趣哦。小美对自己轻轻地说着，带着满满的笑容，快乐地朝向家的方向走去哦。故事说完了，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们，你对雨天有什么看法啊？每次啊，馒头妈只要闻到某一种味道，就知道下雨开始了。那种土壤散发出的青草味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那个味道可是不一般的哦，你细细的闻闻看。馒头妈还觉得蛮喜欢这个味道。然后呢，小草上啊，那个水珠就会根据雨的大小，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哦。还有没有什么是馒头妈没有想到的？我还会观察下雨过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好多蜗牛会爬出来哦？或许你们可以留言看看，在雨天时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？哇，这个馒头妈真的很期待你们的分享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留言，让我知道哦。馒头妈还是要再啰嗦一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希望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好听的故事，拜拜咯。